沈宁兰，你怎么这么歹毒，连你亲妹妹都敢戕害，还敢偷偷在她饭食里下毒！我打死你这个孽障！我重生了。你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闻燕王萧云战谋逆伏诛，谨慎未之。然沈听兰私调边军，擅杀亲王，藐视国法，随即卸去兵权，所有人全部打入天牢问审。钦此。沈听兰，你不会以为朕娶了你，真是因为爱你吧？朕娶你，只是想让你来对付燕王，让俺狗咬狗。姐姐，我有一个宝物，能够让别人听到我的心声。我想让别人听到什么，就能听到什么。所以爹娘、萧启明还有哥哥，他们都像狗一样围着我转。我才是这个世界的真命天女。贱人，你会下地狱的。那我倒要看看你我谁先下地狱。姚妃，你不得好死啊！爱妃小心！杀！给我杀光这群叛贼！不要！小启明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住手！求求你放过他们，与他们无关。我不做这个皇后了，你放过他们！好，将军，逃出去！不要！沈天兰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些人跟着你，都得死。爱妃，好一个真命天女，不过是死人一个。爱妃，小姐妹啊！给朕把沈天兰五马分尸！哥哥，那都是那个世界的奇云之女吗？太造孽了嘛！我们得解决寄生在这个世界上夺取气运的外来物。那都让一切重来嘛！是你们复活了我？
听嘞，沈家长女。上一辈子你会被所有人厌弃，都是因为你的样貌。沈千罗利用他的心声，不断的栽赃陷害你。上一世，我因为沈千洛的心声万劫不复，这一世，我一定不会坐以待毙。虽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沈千洛的心声造成的，但他们何不无辜？沈庭兰，哎呀！你反了天了，逆女！给我老实跪着！我让你跪着，听到没有？我凭什么下跪？说我下毒戕害沈千洛，证据呢？你证据？千洛差点被你害死，就是证据。她可是你妹妹，不孝不悌。今天我就好好教训你这个不孝女！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我沈庭兰是就要打！天哪，姐姐连娘都敢打，难怪外界传言姐姐掌管着舅舅的护卫队，连爹娘都不放在眼里。大概不过是姐姐脚下一条摇尾乞怜的狗。就算我被姐姐毒死，爹娘和哥哥也肯定拿姐姐没办法吧。哼，这就是沈千洛故意蛊惑人心的心声吗？这辈子我也可以听到。你这个不孝女，你竟敢打我！早知如此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你溺死在共桶里，省得你这个孽障祸害全家。我看你简直是疯了，连你亲娘都敢打！我的姐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娘呢？亲娘，在你们帮助沈千洛欺我辱我的时候，在你们一步步把我逼上绝境的时候，你们有想过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吗？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是我的亲人？你跟这个逆女废什么话？连自己亲娘都打，我今天非活活打死她不可！夫人，相公，你看清楚了再打呀！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从前我不过是看在亲情的份上，任由你们随意辱骂，真是可笑。倘若父母不辞，我又何必愚孝？你竟敢忤逆老夫！你这个老匹夫，你喜欢打，满足你。哎呀！你放肆！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快给我！哎呀！我可是你亲爹呀！哎呀！相公啊！你给我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住手！你想杀父弑亲不成？哎呀！你这个不折不扣的疯子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我劝你现在滚去祠堂，跪坐981日，然后领罚，受凌迟之刑。沈牧痴，你让我受罚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难怪外人常说姐姐跋扈，不把兄弟姊妹放在眼里，还说有舅舅撑腰，便是他脚边的狗都比兄长尊贵。放肆！我是你兄长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不要以为有舅舅的护卫队，你就能无法无天！我今天非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！
便是要一手遮天，你又能奈我何？天啊，姐姐真是疯了！我真想替兄长挨这顿鞭子。装好人是吧？行啊，满足你！幽门，我成了残害忠良的帮凶！快来人呀！快来人！来人呀！快把这个畜生抓起来，送去宗人府！我看谁敢！愣着干什么？他若是不从，打断手脚，拖去宗人府！爹，若把他押去宗人府，咱们今日这桩丑闻就会成为京城的笑柄了。咱们家哪里丢得起这个人啊？不能送去宗人府，家丑不可外扬。爹娘，哥哥，要不然还是让姐姐留在家中吧。只要我走了，这样就能舒心一些。姐姐随舅舅在边境生活了8年，我代替姐姐在爹娘的面前尽孝了8年，承欢膝下，千洛已经知足了。爹娘，哥哥，你们保重！我真的舍不得爹娘和哥哥，他们待我那样好，可姐姐却容不下我，处处要置我于死地。我不能让姐姐和家人失了和睦。千洛，千洛莫急，你是我的妹妹，该走的人不是你。爹娘，请你们把沈听兰发配宗人府，还这个家一个清净。千洛，你永远都是娘的女儿。夫君，把这个逆女送去宗人府，就算咱们沈家因此沦为京城的笑柄，也好过被这个逆女祸害了全家。等他到了宗人府，我便禀请右宗正，让他从重发落，让那逆女受铁莲花贪祸之刑。要是他敢反抗，生死不论。这是不想让我有机会活着出宗人府。若我没有经历上一世，听到这话定痛不欲生。好在这辈子我与他们只有仇，没有恩。你竟然敢吹响骨笛，叫来你舅舅留下来的护卫队，你想干什么？从前我渴望亲情，被迷了眼，现如今迷雾拨开，才惊觉自己可悲可叹，竟被你们一只只蝼蚁逼上了绝路。我们的家事，你竟然教唆外人来加重，你是嫌我们沈家的脸被你丢的还不够吗？沈听兰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等一会儿我们沈家沦为笑柄，你才开心吗？你们都要送我去宗人府，害我性命了，我凭何要听之任之？啊！手下参见小姐。你们都是舅舅的老人，奉舅舅之命保护我，
各位都是我的叔伯长辈，日后见我不必行礼。不行，礼不可废。将军不在，小姐便是我们的新主子。金统领，就算你是就地护卫队，手握先帝令牌，可在京中横行无忌，但你没有权利随意闯进我家中内宅吧？这宅子是先帝赐予将军的，便是将军不在了，也该由和将军有一样军功的小姐继承。何时轮得到幼童正大人？瞧，这京中文官就是会贪图享乐，知道小宅住的不爽利，如今还想把宅子据为己有。李义廉偏偏不知个耻，那不就是无耻了？你们恕子而敢！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纵使你们再厉害，也管不到我们家里的事情。他沈听兰残害姐妹，殴打双亲，这种人就该天打五雷轰。我们教训他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小姐是养在将军膝下的，对将军从未有过忤逆之意，对下亦是通情达理。小姐若犯错，你们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就是啊，平日都好好的，来了便不好了，是你们自己家风不正吧？今日你们若是当我的面打小姐一下，我必还汝等百下；若是让小姐流一滴泪，我必让汝等血气满城。沈听兰，你这个不孝的畜生！你竟由着这些人欺辱你的父母兄弟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现在想起来，我是沈氏的女儿了。在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帮着沈千洛鞭笞我、辱骂我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过，我是你10月怀胎生下的骨血？还不是你欺负千洛！若不是你欺负他，甚至还要下毒害他，歹毒至此，你叫我们怎么容得下你？下毒害他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凡事讲求一个证据。怎么没有证据？是千洛他的心声。明明那壶所谓被下毒的茶就摆在桌子上，你们却谁都没有想过查一下，就胡乱的判了我的死刑。不是眼盲心瞎，是根本就不在乎吧？好，好得很。金统领，把沈千洛给我押过来，我今日便要请他喝茶。你要干什么？跪好！千洛！爹娘，哥哥，你们救救我！救救我！畜生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个茶里下了毒，难道你想当着我们的面残害手足不成？你如果敢伤害千洛，我们沈家绝对不会再认你。放肆！千洛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定叫你给他陪葬。住手啊！千洛，你没事吧？千洛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你的宝贝女儿死不了。看她这副样子，不是好好的吗？哪有半分中毒的样子？千洛，肚子好痛，可是我不能再让爹娘责怪姐姐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还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不行，我不能死，好痛！雨衣，来人啊！雨衣，雨衣马上就来了。千洛放心，哥哥一定会照顾好你的，哥哥会保护好你的。站住！金统领，放他们去看雨衣吧。瞧他们这副装模作样的样子，我头疼。接下来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。你说什么？当初你们看舅舅喜爱我，为了讨好膝下无子的他，强行把我送到边塞，我水土不服，烧了3天1夜，差点命丧黄泉。如今又为了沈千洛，要把我送去宗人府处以极刑。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做父母，我呢，也不好强人所难。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今日我便要效仿管宁割席，割发断亲。逆女，你竟然敢割发断亲！逆女，你竟然敢割发断亲！从今日起，我沈天蓝与沈家再无关系。装模作样，你不就是嫉妒千落，想要以退为进，胁迫我们？我告诉你，你想走你就走，就当我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不孝女。不行，不能断亲。夫君，不行，我宁愿叫他去死，也不能断亲。我猜你们应该是想霸占舅舅留给我的盐田，所以才舍不得断亲吧？要是我死了，我手中的盐田自然会落到父兄手里，你们这算盘珠子都怪崩我脸上了。想要断亲可以，把盐田留在沈家。你们想弄死我，拿走盐田，难道就不怕我弄死你们？拿走沈家的一切？你敢！小畜生，别以为你能唬住我，我有的是办法治你。好啊，那我就拭目以待。金统领，把东院的东西搬出去。今日我便要搬进去。这房子是先帝赐予我和舅舅的，我自然应该住进去，而不是某些鸠占鹊巢的阿猫阿狗。你敢！你这你要敢搬出去，我指定不再认你。搬！不能搬！不能搬！相公，这个逆女！来人，把这院子里面的东西都给我搬出去，顺便再把七宝寺的住持请过来，念念经，去去晦气。是。哎呦，我的骨头！这可是陛下赏赐的圣僧罗。我的字画，我的字画，快看看！他以前不这样的，今日他把护卫队都叫来了。夫君，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不可能！那也是。我们赶紧去看看千洛吧。好，对。木之，千洛到底怎么样了？王太医还在诊断，二皇子也来了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唉，再等等吧。王太医，千洛他怎么样了？他中了剧毒，有无性命之忧啊？他脉象平稳，舌苔无异，瞳色清亮，此女气色调和，何来中毒之症啊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们明明亲眼看到那壶毒茶被灌了下去。就是啊，王御医，你是不是诊断错了？我乃陛下亲封的国之圣手，连最简单的镇毒都辨别不出吗？沈夫人，你这是在质疑陛下的眼光？秀玉，不得无礼。玉叶海涵是内子心急失态。哼，怎么会呢？千洛没有中毒，难不成我们真的冤枉沈天蓝了？是与不是，先进去看看。千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、给沈家讨回公道的。爹娘，哥哥。千洛，王太医说你根本没有中毒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我，难道我们真的冤枉了天蓝？沈千洛，你竟然让我冤枉了我的亲生女儿！爹娘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难道是姐姐故意把毒药调包了吗？怎么办？我若解释，
哥哥都会以为我是故意陷害姐姐的，怎么办？对不起，爹娘，我知道你们是真心待我的，但还是让我走吧。至少在我走之前，我还是爹娘的好女儿，是哥哥的好妹妹。傻孩子，快起来啊！冤枉你啊！千洛，你受委屈了。傻孩子，你自小在我们膝下长大，我们还不了解你吗？就是，你莫怕，爹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，绝干不出诬陷他人的事。这背后定有是那个逆女子捣鬼。千洛，你呀，就是太善良了。爹娘，哥哥，二皇子殿下，谢谢你们能信任我。哎呦，千洛，你放心，我来打点宗人府，戕害姊妹，殴打父母兄长，我定不会叫沈天蓝那贱人好过。这阳光真好。走，那前面有个卖身葬父的小姑娘，长得可水灵了啊，就是口音有点重，去看看。走，去看看。嘿嘿，卖身葬父，我如今正好缺个在沈家的心腹丫鬟。卖身葬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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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身葬父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卖身葬父，卖身葬父。啊，你不是？小丫头，你说你50两也不卖，100两也不卖，到底想要多少呀？若夫曰100两不卖，1000两也不卖。若是有缘人，给碗饭吃都行。小姐，你愿意赏我一碗饭吗？行，刚好我家缺个小丫头。哎，这少了。哎，你不是那什么系统吗？你为何会在此卖身葬父啊？你哥哥呢？为了等你噻，我跟哥哥为了省能量，决定共用一个身体。小姐，我2天都是你的丫头了，我叫八英儿。小姐，我叫巴南图。若出现什么状况，我会从银儿的身体里出来，到时候希望你莫怕。哥哥，你下次要说话，你先通知我好吗？不然显得好奇怪哦。哥哥，就算提前通知，那也没有多正常吧？好了，这样我先带你去洗洗，然后带你去官府登册记名。莫非那沈天蓝真是半分教养都没有？他戕害姊妹，殴打父母兄长，儿臣想找人把他抓去宗人府，好好教育一番。你是为了教训沈听兰，还是为了给沈家那个养女出气呀？莫非你以为你日日与沈家收养的小贱人打情骂俏，本宫不知道？莫非那沈家真正宠爱的其实是千洛？那沈听兰地位连丫鬟都不如，娶她不如娶千洛。沈听兰有他舅舅的盐田和护卫队，那个下贱的养女她有什么？你娶她与你有何用啊？千洛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蠢货，他弹琴能弹来兵权吗？如今皇上病重，大皇子虽中毒痴傻，但他毕竟是皇后的嫡出，你这皇位还未必稳。
在你那9皇叔回京之前，必须稳住沈听兰。皇儿，母妃做的这一切，可都是为了你呀！啊！属下参见王爷，这是关于京城的密报。皇上病危，各方势力开始蠢蠢欲动，真是好一出大戏。沈听兰，昔年我派人递上画像求娶你，被沈真江所拒。此番回京，这玉佩是时候我归原主了。传令，即刻回京。撤！听说眼王在边关以百敌千，屠杀了蛮国3000铁骑啊！听说呢，貌比潘安呐，可俊美了。先帝之子，怕是这年纪大了些吧？哎，一看你就刚来京城。眼王乃先帝第9子，是先帝老来子，如今连而立之年都不到呢。千洛，听说你见过眼王的真容，是不是真的呀？她是不是跟传说中一样俊美啊？自然是真的。眼王殿下曾经递上过画像和价值万千的夜明珠求娶过我，被父亲给拒绝了。父亲想让我在家中多陪伴几年。眼王竟然求娶过沈千洛，难道他被沈千洛的心声迷惑了？那我还能跟他合作吗？姐姐刚才为何瞪我呢？难道是嫉妒眼王曾求娶过我？他不会私底下又想办法折磨我吧？千洛，是不是沈天兰又欺负你了？没，姐姐没欺负我。姐姐在家胡作非为，连爹娘和哥哥都打了，我绝不能将姐姐的事情说出来，一家人和和睦睦才重要。上一世我还不明白为何这京城中贵女就总跟我作对，原来也是她的手笔，正好也省得我一个个去收拾。千洛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你怕她，我们可不怕。别，姐姐她毕竟是爹娘的亲生女儿。谁不知道沈大人和沈夫人最疼的就是你了？就是生恩不及养恩，就算是亲生的又能如何？你才是沈家的真千金。就是。沈天兰，无论你再怎么蹦跶，也取代不了千洛在沈家的地位。你要识相的话，就乖乖跪下给千洛道歉。你这个瓜娃子，听你也该喊我们小姐口头认错啊！沈听兰，沈夫人连一个像样的丫鬟都不肯拨给你。唉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找块白绫吊死算了，哪还有脸活下去啊？沈听兰，你爹娘都不要你了，你现在跟一条骆家犬有什么区别？哦，对了，你不是总想融入我们的圈子里吗？要不你学2声狗叫听听，说不定我们就会大发慈悲，给你发请柬，要你赏花游园呢。小姐，狗啷个叫嘞？哇，狗怎么叫你不知道？啊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嘞噻！上一世沈千洛假装释放，
带我去京中贵女们的聚会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，偏我傻傻以为自己哪里做错了，百般讨好。好丑啊，一股狗屎味。小姐，你闻到没有？死丫头，我可是御史家的千金，你敢这么和我说话？真的是死哎！哦，还真有点臭。这个都不许笑，还什么御史千金呢？被小孩子耍了。就是。死丫头，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不可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的人，你凭什么教训？这还是从前那个卑微对我百般讨好的沈清兰吗？你竟敢对我不敬！你竟敢动手打我们！沈清兰，你放肆！烦了你了！菲菲、瑶儿，你们没事吧？都怪我不好，我在这里替姐姐向你们赔不是了。怎么办？姐姐闯了祸，到时回到沈家也全部推到我身上，我怎么跟爹娘和哥哥解释？只希望瑶儿和菲菲能原谅姐姐才好。千洛，是沈听兰那个贱人动的手，与你有何干系？你放心，今日之事我们自会和沈大人和沈夫人解释清楚的。你们两个给我上，给我好好收拾这个丫头和这个贱人！还不晓得是哪个教训哪个？你过来噻！哼，沈听兰，你不会以为就凭一个5岁的小丫头就能护住你吧？真是不知好死！连小孩子都打，这太过分了。是啊，还不快给我上！废物！连一个5岁的小丫鬟都打不过，还不快赶紧给我上！是啊，小姐，这小丫头力大无穷，实在打不过呀。这小丫头估计是练了什么魔功。人才就要多练。眼王，他马上就要进城了。是啊，菲菲，现在不急于一时，日后总有办法对付他的。菲菲和瑶儿都是真心待我的真情，到时我一定要想个办法，让他们和姐姐重归于好。真是个大口大装货。千洛，我知道你善良，但是你不明白一个道理：人善被人欺。就是有些人越给他脸，越蹬鼻子上脸，给脸不要脸。沈千洛，你命可真好，养了这么忠诚的2条狗，指哪儿咬哪儿啊！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大小姐是往你们脸上贴金嘞，龙犬伏歪。你竟敢说我们是狗！你竟然说我们是狗！燕王驾到！燕王，眼王殿下来了！哇！燕王千岁千岁千岁！哇，眼王殿下好生俊美啊！千洛，你也太幸福了，竟然被眼王殿下求娶过。这也没什么呢。咱们千洛呀，不光是京城第一才女，还是京城第一美人，还未及笄，求娶的人便踏破了门槛呢。听闻呀，二皇子殿下也求娶过千洛。某些人呢，只有羡慕的份儿。哎，眼王朝我们这边来了。
千洛，眼王殿下不会是冲你来的吧？一定是。我说是能有这么一个心悦我的郎君，该有多好！上辈子以为眼王是谋反之人，谁知却是一场误会。眼王殿下，这是何意？撤！这玉佩不是我的吗？好心给他药，竟然不用，不会被打傻了吧？末将王洪昌救驾来时，还望眼王殿下恕罪。早就听说巡照营中有一位了不得的女将军，这位就是巡照的外甥女吧？眼王殿下谬赞了。王爷，南国铁骑被我们击退了。甚好。王爷，那我跟阿恒就先下去了。沈听兰，小自横。原来昔年掉落的那块玉佩，是被他捡到了。眼王为何会把玉佩抛给沈天兰那个贱人？难道昔年眼王殿下求娶的不是千洛，而是沈听兰？难道昔年眼王殿下求娶的不是千洛，而是沈听兰？眼王殿下送我的玉佩，如今被姐姐夺走了。这事情我还是不要跟爹娘和哥哥说了，免得爹娘和哥哥责怪姐姐。走吧。沈听兰，你站住！那玉佩是眼王殿下送给千洛的，不过是误抛给了你，真是不要脸，竟想占为己有！快把千洛的玉佩还给他！算了吧，姐姐，既然是姐姐喜欢，那你就拿去吧。千洛，那玉佩是眼王殿下送给你的，怎么能给他？没事。你呀你，就是因为你这副不争不抢的性子，才会被他骑在头上欺负。若是我，定叫他好看。你们说这玉佩是给沈千洛的？儿呵，算了，姐姐，你喜欢就拿去吧。亲属都摆上了，给我念。这遇上了可以姿势，意外、丙戌、壬戌、庚子、子恒。小姐，这是你的八字跟小字嘎。我倒不知为何妹妹的玉佩上刻的是我的八字和小字。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。这上面真的是他的八字和小字啊！沈千洛，你骗我们！
把玉佩还给我。放心，自有白痴相信的。走了。你为何叹气啊？那个外来物靠吸取气运来生存，你是那个世界上的气运之女，它会利用宿主一直吸取你的气运。不过那会儿有我在你的身边，容不得那贼物捉我。哼！若是他吸取不到我的气运，又当如何？自然是吸取沈千罗身边人的气运了。若是身边人的气运没了，又当如何啊？那肯定是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到时个儿又会换取别的目标，继续吸取气运嘞。等到他实力成长，整个大月朝的百姓都会深受其害。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将那恶物抓获，并不是说我在乎沈家和萧启明，他们被吸取气运，那是他们自作自受。我只是不希望再有更多的人受牵连。我为天下的百姓，谢过二位了。小姐莫要得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小姐，下一步如何打算？想寻求一位帮手。是阎王殿下？是，只不过我首先得确认，看到底有没有被沈千洛的心声受到影响和蛊惑。王爷，要不我替您拒了二皇子的邀约。不必，既然我这好侄儿愿意自作聪明，那本王何乐而不为呢？是。客官，请慢用。小姐，萧启明给阎王下了明帖，约他去四花馆赴宴。平儿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人在江湖走，肯定有两个啥子噻？啊，小姐，去哪儿啊？当然去石花馆啊！你和巴南图不也正有此意啊？小姐，小姐，等等我！九皇叔，好侄儿，不必多礼。这老王八还真是不客气，待本殿下登上至尊之位，便先拿你祭天。九皇叔陇西镇守多年，想必对京中风月场所并不了解。今日侄儿特意选了这石花馆，这里的清官人最为风雅。这台上弹琴的便是京城第一操琴手，即便是想睹他真容，也要豪掷千金。九皇叔若看上眼，侄儿立马安排，今夜与家人共度良宵。本王还当这蠢侄儿有什么好欺负，竟是美人计。那就陪我这好侄儿好好玩玩。本王久居苦寒之地多年，听不懂这些靡靡之音。若九皇叔不喜，还有别的节目。他怎么在这儿？他怎么在这儿？
石花馆何时有这等尤物？真是便宜萧云战这老狐狸了。算了，为了本殿下的大业，区一个女人，何足挂齿？九皇叔对那舞姬可还满意？难得好侄儿一片孝心，皇叔若不孝纳，岂不是枉费了侄儿的一番好心？好色就好色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。九皇叔，那侄儿这就安排厢房，让那舞姬单独为你舞上一曲，在皇叔的榻上舞，岂不美哉？过来。二皇子有何吩咐？那领头的舞姬是何来头？这人不是我石花馆的舞姬，今日领舞的佳姬不知为何闹了肚子，别的人又难堪大任，这人便毛遂自荐舞了一曲。去查，把那舞姬的全部族亲找到，无论如何，他要为本殿下所用。若是不听话，本殿下便亲自提刀，一个个将他族亲全部杀光。是。莫非说我不能拿捏萧云战，让我避其锋芒？我偏不信。区一个萧云战，昔年夺嫡的丧家之犬，父皇能打败萧云战，本殿亦能。民女见过阎王殿下。上前来。再近些。会喝酒吗？我不能退缩。想要和野王合作的话，就必须要弄清楚他究竟是否被沈千洛的心生蛊惑。怎么，沈姑娘连酒都不敢喝，却敢来见本王？阿恒，走吧，趁本王没改变主意之前。
谁说我不敢？王爷，可敢共饮？你胆子很大吗？王爷，刚刚不是嫌弃我胆子不够大吗？懂什么？刚才不是很厉害？说吧，为何混入这石花馆？为了王爷的美色，王爷信吗？你猜本王信吗？王爷为何不信？难道说王爷也有中意之人，非亲不娶？心上人吗？还真有一个。臣女斗胆问一下，王爷昔年是否求娶过您的心上人？一般女子都会装作羞涩一下，你倒是一点也不装。喜欢的又不是我，会有什么好装的？是，本王昔日派人拿过画像和西域的夜明珠登门求娶，可惜流水有情，落花无意。没错，眼王的心上人就是沈千洛，他亲口说过，眼王曾求娶过的。那个杀千刀的下手还真是快，竟不知何时连远在陇西的眼王都被他蛊惑了。王爷既已有心上人，民女便不打搅。一般女子知道男子的心意是这个表情吗？这对吗？小姐，为啥子从石花馆出来都唉声叹气的嘞？看来与眼王的合作是行不通了。为啥子嘞？他早就被沈千洛的心声迷惑了，不然也不会去求娶沈千洛。小姐，你确定他求娶的真的是沈千洛吗？我咋啷个不信呢？岂止，沈千洛还是他的心上人，此生他非亲不娶呢。等下，这是眼王亲口说的？他承认的呀。小姐，我看眼王对沈千洛无意，倒是对你多说无益。
我们还是好好想想下一步的计划吧。哎，爹娘，你们尝尝，这是我特意吩咐厨房做的。好，千洛有心了。你这孩子多吃点儿，别光顾着我们。谢谢娘。还是千洛这孩子可心，哪像那个逆女。若不是丽妃娘娘拦着我们，我非叫人把她打入宗人府不可。爹，提她干什么？别气坏了身子。这个逆女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当初她扶棺入京，我就知道会坏事，半点女子的矜持都没有，败坏我们沈家的名声。我刚进来就听到你们背后嚼我舌根子，看来你们也不是什么很有教养的人啊。哼，放肆！谁教你这么目无尊长的？你还有脸回来？你都有脸上桌吃饭，我为何没脸回来？你，非要把我们气死才罢休，是不是？爹，您千万别生气，您要保重身体啊！千洛，爹和娘还好有你这个好女儿，否则……既然你们这么不想认我这个女儿，那不如我们一拍两散，大家皆大欢喜啊！你想走，把盐田留下。没错，交出舅舅给你的盐田。长得丑，想得倒是还挺美。哎，你个丫鬟，竟敢以下犯上！来人，把他拖出去给我打死！史木之，你要是敢动银儿一下，我不介意把护卫队叫过来，让你再尝尝皮开肉绽的滋味。我从前便听人说，姐姐在边塞与男子交往过密，姐姐又如此护着这个叫八银儿的丫鬟，莫非15岁的小丫鬟其实是……天哪，该不该和爹娘还有哥哥说呢？我说呢，怎么平白无故多出个丫鬟？莫非是你和哪个野男人生了野种，留下来掩人耳目吗？这就是我的家人，无论我怎么讨好，都敌不过沈千洛一句心声。再听到你胡说八道一句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你去拿2副碗筷来，我和银儿都饿了，我们要上桌吃饭。是，小姐。我看谁敢给他添碗筷！不想吃啊？那就都别吃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瞪，继续瞪！银儿，咱们出去吃。你这个逆女！夫人，娘，你怎么了，娘？快去寻大夫！黄修玉原本就有纠结，如今日日跟沈千洛待在一起，又被吸走气运，变成了最先遭殃的一个。银儿，走。沈天蓝，娘都被你气吐血了，你还有脸走？那又怎样？我又不是大夫，他吐血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小姐，我们那儿有句话叫“关我屁事”，下次你用上哈。好。王太医，那次如何了？夫人这次旧疾发作，来势汹汹，老夫无能为力。怎么会这样？
我娘她之前还好好的，这就被那畜生给气的。此病是旧疾，它与情绪毫不相干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们开几个方子，你们回去调理调理。千罗，我和爹都朝政繁忙，这段时间就麻烦你照顾娘了，看紧那些下人，别让他们偷懒耍滑。哥，你尽管放心，你和爹尽管去忙吧，我会照顾好娘的。千罗，还好。怎么这么臭啊！哎，小姐，夫人又拉身上了，下人刚清理。我先出去逛会儿，你们收拾着。千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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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，药凉了，赶快把药喝了吧。我的千洛呢？千洛，哎，千洛小姐出门了。千洛。从前我生病，有听兰陪着，便从未察觉到千洛其实很少来探望病中的我。把药给我端过来吧。好苦啊！这蜜饯味道不对，我从前生病吃的蜜饯呢？夫人，从前的蜜饯都是听兰小姐特地为您腌制的，那方子也是听兰小姐特地在民间求来的，费时费力，不知道熬了多少个日夜。夫人，听兰小姐对您的孝心，我们这些做下人的都看在眼里。是，从前只要我一生病，听兰总会日夜伺候，劳心劳力。娘，再喝一口。整天和我待在一起，别过了病期。伺候娘是我应该做的，怕什么过了病期？你难道就不嫌这屋里有阿扎的味道？你是我亲娘，哪有作为女儿嫌弃自己亲娘的？娘，别管了，你就好好养病。药很苦吧？来，吃个蜜饯。怎么样？真甜。夫人，要不我把听兰小姐请回来？亲母女哪有隔夜仇？夫人若和听兰小姐重归于好，夫人病了，听兰小姐一定不会放任不管。你说的对，母女哪有隔夜仇？我若是主动示好，她定能和以前一样。何事？听兰小姐，夫
夫人她想见您。现在想娶我们家小姐了，小姐，那句话，关我屁事啊！就是那个劲儿。莹儿，我们走。小姐，哎呀，莹儿，昨晚让你对的账本可拿好了？我先带你去布庄挑些布料，带你去做身新衣服，然后带你去讨债。小姐放心，拿得好好嘞。大馋丫头，账本呢？千洛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母亲生病了，我日夜照顾，脸色难免差了些，还是不要说出来，让殿下烦心了。千洛，可是担心沈夫人？有孝心是好的，可是也不能把自己累垮。退一万步讲，沈听兰才是沈家的亲生女儿，照顾双亲应该是她亲力亲为才对。姐姐至今从未踏进过母亲的房间。沈听兰把照顾沈夫人的事全丢给你了？没有，殿下，您误会姐姐了。你呀，就是太心善。我给你挑了几个上等的布匹，本殿下叫宫中的秀女给你裁几件时髦的衣服。掌柜，二皇子，挑吧，待会儿我带你去十方斋吃点东西。这个、那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那个，都不要，剩下的都给我包起来。二位想走可以。先把布料钱结清吧。姐姐，这布庄是我沈家的布庄，你怎么能叫我付钱呢？沈天兰，今日千洛心情不好，本殿下没工夫陪你在这胡闹。我竟不知，我这回京前购置的产业，何时成为他沈家布庄了？这就是你买东西不付钱的理由？是这样啊？怎么能不付钱呢？哇，真过分！什么家？姐姐，你为何要如此羞辱我？沈听兰，千洛已经哭了，你赶紧让开！啷个哭了都不给钱啦？哎呦喂，我们家小姐也太造孽了吧！给我100两。死丫头，你有病吧？你什么东西？我凭什么给你钱啊？对呀，所以他又算个啥子东西？凭啥子哭了？我们家小姐都不收钱了。对，就是，要是哭一哭就不用给钱，以后大家都不用做生意了。我瞅着他刚刚挑选的布料，就是上等的布料，这3匹料子加起来估计有上百两了。便是亲姐妹也不能这样，这不是故意坑人吗？哼，脸皮可真厚。就是，什么亲生姐妹呀？这沈家人就一位嫡亲小姐，这2小姐呀，就是宗族过继的养女。难怪了，像是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好东西似的，原来是养女。哼，姐姐这么百般折辱我，丢了这么大的人，我还不如去死呢。
沈天蓝，你别欺人太甚！你明知我星月千落，处处刁难，本殿下告诉你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娶你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。我叫他还钱，便是折辱他了。再说了，你心悦谁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二皇子未免也太高估自己了吧？你不必强行狡辩，本殿下一直都清楚你心中所想。这样吧，今日你向千洛下跪道歉，本殿下便赏你一同用膳。殿下，这不太好吧？只是下跪道歉，便可一同用膳，不知是多大的荣幸。我沈天蓝跪天跪地跪圣上，我怎么不知需要向他一个养女下跪？你不要不识抬举。殿下，算了吧，姐姐向来心高气傲，你就别跟她计较了。妹妹倒是惯会为着殿下着想，不如先将这布料钱结清吧，以免丢了二皇子的颜面。我只是沈家的养女，吃布料上百两，我如何付得起？不过是一点布料钱，本殿下替他付了便是。你如此咄咄逼人，像个无知的村妇，满身铜臭，哪像千洛犹如天上仙子，冰清玉洁。殿下，谢谢你。你我二人不必分得如此清。莹儿，这里是多少钱？350两。你们怕是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多的不用找了，下次千洛来记账便是。莹儿，去将我昨晚教你核对的账本拿出来。念。拉布不准，沈千洛从去年开始拉布，每一笔都有记账，一共剩下3500两。这么多呀！这么多钱，真过分！这么多天都拉不出来。叶子楼，沈千洛一共剩下2000两。放心，没事。释放在沈千洛跟二皇子一共剩下16000两。什么？天哪，这么多！一共是21500两。二皇子给了这点银子，连领讨都不够付了。为什么会赊这么多？怎么可能？这账本一定是假的！我们的账本都是入了官家册子的，经得起查验。二皇子若不信，尽管去查。查完之后，我们就公事公办，按照本朝律法，欠钱不还者，统一交由衙门处置。轻者服徭役抵偿欠款，重者赐情面，下大狱受刑。
二皇子，不行，不能曝光，到时候事情闹大了，传出去，我还有何脸面见人啊？这么一大笔银子，母妃定会查账的。二皇子既不愿为家人豪掷千金，那我也只能报官了。毕竟这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去，找2名护卫，将沈二小姐请去府衙。掌柜的啷个回来？在你内心里头，到底我家小姐是东家，还是沈千罗是东家呢？该不得是你们沆瀣一气，要夺了我们家小姐的布庄嘛？不，哎呀，肯定是啊，还真是，否则怎么可能会事这么多？这布庄生意那么好，难怪有人惦记。还不只是布庄呢，还有那胭脂楼和十方斋，说真是被沈家养女给夺走。那沈家大小姐可太惨，谁说不是呢？谁叫这养女背后有着贵人撑腰啊？我没有要夺姐姐的东西。既然如此，还请妹妹去衙门走一趟吧。千洛，御医，快叫御医！千洛肯定是因为急火攻心才晕倒的。二皇子莫要着急，我还略通一些医术，保证能让妹妹很快苏醒过来。本殿下怎么不知你会医术？赶紧滚开！本殿下要带她去见御医。小姐，我有个好东西。二皇子不必着急，我们家小姐医术了得，定能让沈家二小姐很快苏醒来。你这丫头，赶紧给本皇子撒开！撒开！二皇子，你就别挣扎了。松手！妹妹，现在姐姐需要给你治疗了。这打下去，死人都能活吧？这都不行，看你能装晕到什么时候？小姐，不管用啊！快开启长公主模式嘛！哎呀，居然不管用，那估计要下一剂猛药了。等等，沈听兰，小姐，你的医术真是了得哦，佩服佩服！哪里？什么医术了得呀？分明就是装的，就是不想赔钱呗。养女就是养女，净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事。千洛，你这里……殿下，我没事。姐姐是不是因为二皇子殿下心仪我，所以故意想毁我的脸？沈听兰，你够了！不就是点破银子吗？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听二皇子这意思，是想帮他把账给平了？至少，你不该动手打人啊！不，二皇子，我们家小姐可没打人，她呢是治病。大家伙儿，你们说是不是嘛？对，就是治病。千洛是你妹妹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她送到衙门啊！听这意思，
二皇子是想赖账？我曾经听丽妃娘娘说过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二皇子既然要帮沈千洛赖了我的账，那我总要找地方申冤吧。若被母妃知道我帮着千洛对付沈天蓝，免不了一顿责罚呀。看来二皇子是不想帮了。来人，那就把沈二小姐带去衙门走一趟吧。殿下，你帮帮我呀！我不能去，不能去！慢着！哥，帮帮我！我绝对不能被送到衙门去，不然的话，我还有何颜面见人啊！放心，哥一听闻此事就立马过来，而且还请了诸位族老。你不顾家族的颜面，因为一点小事就把姐妹逼到见官的地步，真是胆大包天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依据族法族规处置。把他给我抓起来，依据族法族规处置。是。哎呀，快走！族长，他沈天蓝故意为难姐妹，而且无视家族颜面，理应被族法所惩。沈天蓝，如此小事，你便大动干戈。今日我便让族人将你的双腿打断，以示惩戒。你可有异议？沈天蓝，让你跟我斗！所谓的族老，不过都是一群趋炎附势的东西。上一世没少帮着沈家来害我，既然来了，那就一个都别想走。分明是他沈千洛欠债不还，你们却要打断我的腿，还有何道理可言？小姐，早跟他们废话。我来。先前穆之说你目无尊长，我还不信，现在看来都是真的。来人，把他压住，把他的腿打断。阎王臣女参见阎王殿下。九皇说，若只是对付这些族老，都不用动用舅舅留给我的护卫队，我和莹儿便绰绰有余。可这萧云战一来，事情变得复杂了。萧云战心悦沈千洛，摆明是来帮他的。免礼。九皇叔怎么都布庄来了？这欠债者居然要把债主的腿打断，先帝最不耻的就是这欠债不还之人，所以立下律法，为的就是维护债主的权益。本王今天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敢藐视国法。阎王殿下，臣女是把姐姐当成一家人，这才……可谁知姐姐让妹妹必须要还清银两，族老认为姐姐这样破坏了一家人的和睦，这才小惩大戒而已。对，小惩大戒，小惩大戒。小惩便要打断人腿，沈家族老倒是比我们这些西北打打杀杀的莽汉还要威风一些。早听过阎王在西北阎罗杀神的威名，今日不会叫我做他刀下亡魂吧？九皇叔，你听我解释。这阎王什么意思啊？我都说这个阎王对小姐有意思了，爸爸赶过来给小姐撑腰来了。九皇叔，刀剑无眼呐！你身为皇子，如今皇上的龙体欠佳，你不为国分忧，倒来这布庄闲逛，怎么是觉得沈家的绸缎庄比江山社稷还重要？不，九皇叔，侄儿马上走。身为朝廷命官，放任自己的小妹欠债不还，
今日本王就当这执剑人砍下你的脑袋，一请下游。阎王殿下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求你饶命啊！阎王饶命啊！臣绝无此意啊！王爷，千错万错都是千洛的错，求求你饶过哥哥吧。美人计一出，这萧云战肯定会缴械投降吧？我看沈千洛这媚眼，多半是抛给瞎子看的。知错那便认错。你长姐不是站在这儿吗？好好给她磕个头，认个错。你是让我给他磕头认错？本王说话，你是听不懂，还是不想听？没有，我千洛，别愣着了，不就是磕头认错吗？难不成你想让兄长没命吗？小姐，要磕了，真的要磕了！今日之事都是妹妹的错，还望姐姐原谅。都是妹妹的错。萧云战是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是道完歉就不要沈千罗还钱了吧？这算盘打的就差全写脸上了。你这不言不语的是要做什么？千洛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想要怎样？他道歉是他的事，我原不原谅是我的事。对啊，你管天管地嘞，还管人拉屎放屁？王爷，神女已经道歉了，可姐姐却……阎王殿下，舍妹已经道歉完了，她今日受了不少的惊吓，我们就先告退了。我先带她回去休息一下。不行，这就走了？不会真以为道了歉这钱就不用还了吧？小沈大人，你家小妹欠大妹妹多少来着？我听街上百姓说，足有2万多两。阎王殿下，不是这样的，本王的西北军正好缺军饷，既然你家小妹一声道歉这么值钱的话，那便让她去长安街贵族月余，日日向那些家族大臣道歉，为我筹备军饷，如此才能不为国分忧，着实可惜。什么？你让我跪1个月？你让我跪1个月？阎王殿下，千洛不敢。既然不敢，那就拿出态度来。具体怎么做，可还要本王明说。臣这就派人将银票送来，小妹欠给他们的银两，必当如数奉还。还好这霍阎王没找我麻烦。对了，本王差点把这个德高望重的族长给忘了。既然这么喜欢动用私刑，那本王便封你个急先锋。杀自己人多没意思，不如去战场上耍威风。阎王饶命啊！草民年事已高，实在是上不得战场啊！哎，族老莫要看轻自己。来人呐，将他带走，即刻送往西北战场，不得延误。是，阎王殿下。阎王饶命啊！走！阎王殿下饶命啊！哎呀，阎王殿下饶命啊！莹儿，你是早就知道阎王会来吗？小姐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谢了。
要谢就来石花馆谢。上回的舞甚美。叫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还能有啥子意思嘞？调戏你的意思呗。小姑娘家家的，说话可不行这么糙。王爷，沈家大小姐沈听兰刚刚派遣她的贴身丫鬟八银儿送来名帖。念。是。沈家大小姐约您去石花馆。继续，怎么不念了？汤池坊。汤池坊啊，有意思。小姐，名帖下了，阎王，我也把你约好了。我们的身份没有被石花馆的人发现吧？放心，包没得。今天阎王一定能和你达成合作。你为何能如此确定啊？他心悦你，当初求娶的那个人也肯定是你。你又如何得知的？哥哥告诉我的啊。男人才最了解男人的了。可是，好了，不要可是了，不要让人家等急了。你还特意嘱咐让眼王沐浴更衣，万一……你确定小姐不会撞上吗？撞上才好嘞，这样以后我就可以边做任务边磕 CP 了。我只是身体小而已，我又不是真的小娃娃。天天在小姐面前装小娃娃也是够累的了，还不允许我给自己谋福利啊！站住！不是你约本王来这汤池坊的吗？还叫本王沐浴更衣等你。眼儿下的竟然是这样的名帖，王爷，你听我解释。把手放下，看着本王说话。王爷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本王倒觉得甚好。那王爷，我可就放下来了。过来。臣女参见阎王殿下。今日约到这石花馆消遣，不是真的为了感谢本王的吧？王爷不妨移步，这里人多眼杂，不是谈事的地方。不必，今日之事不会传到第三个人的耳里。你确定？臣女要阎王助大皇子登基。臣女要阎王助大皇子登基。待大皇子登基后，您便可以以辅政的名义，成功登上摄政王的宝座。大皇子痴傻，一辈子都是长不大的儿皇帝，到时候，您便是这天下真正的主。你让本王篡位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罪？臣女知道，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你走吧，今日之事，就当本王从未听过。
皇爷，大二皇子登基后，绝不会放过您和您西北的兵，活着离开王府。本王从未参与过皇室之争，即便萧启明登基，他又如何定本王的罪？你不反，萧启明会逼着你反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又不能直接跟他说上辈子的事。对了，因为我也在萧启明的清扫名册里，待他成功登基后，我手里的盐田和护卫队，他会一并铲除。所以你让我当摄政王，是为了保命？我和王爷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谋反的事情，本王不干。但你无需担心，你的命，本王会保。若上辈子燕王真有野心篡位，10个我也不是他的对手，难道这辈子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萧启明登上皇位吗？不对，若只是这样，上辈子他为什么甘心被我杀死？哎，他心悦你，当初求娶的那个人也肯定是你。或许还有一计可行。你这是？皇爷，您之前求娶的心仪之人，可否是我？是，但本王不会因为这个。你还没输。萧朗，若真让萧启明登基，你护不住我的。萧启明此人口蜜腹剑，心狠手辣，笑里藏刀，两面三刀。你好像很讨厌萧启明。给我杀！岂止是讨厌，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剜心剖肝。阿恒，你和他有仇？血海深仇。若日后萧启明登基，我愿舍了九族去弑君。这世上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他怎么你了？莫非始乱终弃了？萧朗，你这是心疼我了？你还没说萧启明如何得罪你了？不提他，今日我只想和萧朗好好快活。二皇子，探子探查清楚了没有？和萧云站在汤池房的女人是谁？
他们在里面干了些什么？我们在密室里安排偷听的探子死了。萧云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竟敢在本殿下的地盘踏二皇子，杀本殿下的人！二皇子，丽妃娘娘也说过，现在正是立储的关键时刻，咱们应对燕王必极锋芒啊！莫非一个深宫妇人又怎懂朝堂之事？如今大哥吃杀，这皇位除了传给本殿下，还能给谁啊？他萧云战仗着有几个西北猛汉，处处给本殿下射箭，让本殿下在布庄在千罗面前丢了这么大的人。今日本殿下便让他有来无回。二皇子，你有三思啊！你个老货，连你也瞧不起本殿下！没。待我杀了萧云战，母妃便知他萧云战什么都不是。来人！二皇子，传本殿下口谕，派100府兵潜入石花馆，杀了萧云战。今日本殿下要让他的尸体喂狗。是。王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无事，把我母妃留下的金疮药拿来。王爷，那可是娘娘的遗物啊！拿来。是。萧郎，我这就治一些小伤。贵妃娘娘的金疮药都是先帝御赐之物，用在我这等小伤上，实在是浪费。萧郎，我其实萧郎，对不起，其实我是故意。是故意丢了剑，让那人伤了你，是因为你看出来了那是萧启明的府兵，所以不惜以身入局，就是为了让我答应你的请求。你早就知道了。你究竟是有多恨萧启明，不惜伤害自己为代价？我说了，这世上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好，本王答应你的请求。那你呢？有什么可以给我的？我有舅舅留下的盐田跟护卫队。不重要。再想想。送我自己啊。甚好。早些休息，不许反悔。王爷，叫小人何事？发布：本王今日在石花馆遇刺，查封石花馆，负隅顽抗者就地格杀。还有，我要进宫面见皇后，你去安排吧。是，王爷。
本宫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冤孽？本宫煞费苦心，冒着诛九族的风险，毒杀了东宫那位王座于你，本是唾手可得。如今的我，功亏一篑。母妃，不是，这不是……不是什么？你个蠢货！你竟然派人在石花馆刺杀燕王！本宫苦心经营的情报馆，就因为你毁于一旦。我而王座威仪。母妃，稍安勿躁。父皇就我跟大哥2位皇子，他已经被毒杀了，他有什么资格跟我争储啊？你呀，你以为傻子就不能登上王座吗？前朝不就有摄政王辅佐幼帝登基，最后反客为主，架空皇权的先例吗？东宫那位虽傻，可他背后站着的是皇后。皇后若是巴结老九，答应让老九辅佐新帝，老九再以辅政之名架空皇权，到时候你连命都保不住。父皇还在位，他们怎么敢？你个蠢货！你父皇年迈病重，一旦龙御宾天，你以为他们会坐等你这个聪明的皇子继位？哼，他们只需要一纸诏书，宣称先帝属意东宫。满朝文武，谁敢得罪燕王听你说话？母妃，儿臣知错了，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？为今之计，便是迎娶沈听兰。他手中有兵权，有盐田，让他联合王洪昌的旧部，助你登基。小姐，你跟燕王进展的挺快了嘛，都住进燕王府了。你还说，到底谁让他沐浴更衣的？咋样？燕王的身材是不是很好？已经是行无之人。小丫头，不许听。这有啥子？后世教的男色，爱怎么看怎么看。女子也不必约束于垂花门中。都算是普通百姓家的女娃，也想啷个做就啷个做。女子和男子并无任何不同。后世果真是这样？是啊，好像还要等1000年吧。小姐，你肯定是看不到那样的神事了。无妨，后世有人能看到便成。小姐，你还没说燕王的身材是不是很好？小姐，来鬼鬼祟祟的，要做啥子啊？看起来就没干什么好事。我们一起去瞧瞧。千洛，你身材真好，让我亲一下吧。萧郎，这是在府里。千洛，你身材真好。萧郎，萧郎，我早就认定你了。到了洞房花烛夜那天，我一定让你如愿。你什么时候娶我过门啊？千洛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太好了，萧郎。但母妃让我娶沈听兰做正妻。千洛，你放心，就算是我娶了她，我心中也只有你一个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让我做侧室？就算她是正室又如何？永远都不可能大过于你。待我登基，必封你为皇后。那个官也太炸裂了嘛！果然，事情还是跟上辈子发展的一样。不过这一世，
你们这对狗男女只会自食恶果。明明都是我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沈天蓝可以做正事，我却只能做侧事？小姐，何事？夫人吐血了。吐血就去找大夫，找我干什么？夫人说想念小姐了，想让您去看看她。死老太婆就是事儿多。说那老太婆去世，她库房里那批价值连城的东西都归我，说不定丽妃便会改了主意。我这就过去。是。千洛，你来了。娘，你好些了吗？刚听下人说娘吐血了，可把我吓坏了，都怪我。这段时间为了替哥哥在二皇子面前求得工部尚书一职，跑前跑后，疏忽了对娘的照顾。原来千洛去忙这些了，看来是我误会他了。娘有你这个乖女儿来探望啊，便好多了。那就好。怎么了？娘，最近二皇子都不怎么来找我了，我怕哥哥稍疏一职。没事儿，二皇子啊，对你情根深重，他定是忙于公事。或许吧。娘，我听说丽妃娘娘有意给二皇子择妃，爹娘待我如亲生女儿，可丽妃却看不起我这个养女的身份。若我也能像姐姐一样有一份自己的嫁妆，该有多好！唉，算了，这些事还是不要跟爹娘提起。爹娘能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。你是爹娘的亲女儿，丽妃娘娘啊，她一定会喜欢你的。真的吗？可是爹娘啊，给你准备好了嫁妆，就比着你二叔嫁女儿的规格来。娘，二叔家的女儿只是嫁给了一个清贫的进士，这嫁妆根本就没有多少的。如果我要嫁给二皇子，这恐怕……千洛，你是嫌少了？不是娘，我没有嫌少，您误会了。我……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娘，我累了，出去吧。呸！该死的老东西，库房里有那么多好东西，却只舍得给我一些破烂。自我生病以来，千洛从未在榻前伺候过，倒是从前的听兰一直伴我左右，积极为我寻找偏方药材，而千洛除了嘴上的关心，却什么都没做过。难道真是我错了？奉天长乐皇帝诏曰：朕闻周礼重婚然之仪，官居张王化之使，今有二皇子萧己明，天皇贵胄，德配君子。沈氏嫡长女沈听兰，玉秀名门，温惠端淑，二人年岁相宜，良缘天定。兹特赐沈听兰为二皇子之正妃，则即日完婚，而其克勤内则，敬奉宗庙，敦睦家事，以彰皇家之体统。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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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李公公，请笑纳。李公公可知皇上为何突然给长女和二皇子赐婚？这可是丽妃娘娘亲自去皇上面前求的。她听闻沈姑娘曾随军去过边塞，特别欣赏沈姑娘。这是不是又是你搞的鬼？你明明知道千洛和二皇子颇有情谊，你还要从中作梗。沈听兰，你是不是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啊？千洛，祝姐姐和二皇子琴瑟和鸣，早生贵子。哎呀，我真是替妹妹可惜。如果当初去边塞的是你，那现在说不定奉旨成婚的也是你了。姐姐呀，祝妹妹早日觅得良缘。沈听兰，但凡要一点脸，现在就去宫里退婚。你既然这么心疼她的话，不如你去退婚吧，我可不敢违抗圣旨啊。哎呀，看来你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嘛。姐姐，只要姐姐满意，我怎样都可。好了，都住嘴！既然圣旨下来了，那就好好准备准备与二皇子大婚的事吧。我当然得好好准备准备啊！明天啊，我便进宫去见丽妃娘娘。她老人家这么喜欢我，怎么也得好好表现表现啊！小姐，你的计划行得通吗？行不行得通，等到宫中去见到丽妃娘娘就知道了。所以成功率是50%。10？慢着！阿恒，阿恒，为何本王听闻你要嫁给萧启明？这就是你说的计划？那我先出去了。贺青，你坐过来先。你叫我什么？只要姓萧，都可被称作萧郎。可贺青却是萧郎独有。这是我母妃在我及冠那年为我取的字。鹤饮九霄，与萧郎甚配。贺青，坐近些吗？阿恒，本王需要你的解释。贺青，你这是不信我？若本王不信你，便不会听你的。召集天下名医来我衍王府装病，本王以为这是你计划中的一环，便依言照做，却不想阿恒已经打算去拜见未来的主母了。阿恒，你要本王如何信你？贺青这是吃醋了。是。我此生只会是贺青的妻，信我好吗？按照计划继续走下去，棋局已开，你我夫妻同心，定能旗开得胜。夫妻同心，何来的夫，又何来的妻？夫君，
嗯。嗯。小姐在高兴的挺成功了，刚刚还黑着一张脸，转眼就如沐春风了。王爷，现在去何处？回府装病。装病？臣女参见丽妃娘娘。快免礼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在意虚礼。去把皇上御赐的名茶拿来。是娘娘。听兰呐，本宫一见你就打心眼的喜欢你，我能成为婆媳，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缘分呢。确实是缘分，上辈子我的死你功不可没。娘娘说笑了，娘娘这般尊贵的人，臣女能得娘娘的垂怜，那是臣女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只不过臣女今日进宫前来，还有一事相求。哦，且说来听听。臣女想请丽妃娘娘恩准，让二皇子5年内不纳2色。哼，荒唐！皇家子嗣单薄，吾儿又是皇子，怎可5年不纳2色？还请丽妃娘娘息怒，这并非臣女的意思，而是臣女那死去舅舅的遗愿。他临死前将盐田和护卫队分给了臣女，亦是怕臣女所嫁非良人，所以才叮嘱臣女，让臣女的丈夫5年内不纳2色，而5年也足够看清一个人的真心。5年后，臣女愿交出盐田和护卫队，从此不出垂花门。此话当真？5年不纳2色，你当真愿意交出盐田和护卫队？是，可臣女也需要娘娘的保证。这事关舅舅遗愿，臣女不得不重视。要如何保证？还请娘娘手书一封，盖上公印即可。好，去拿本宫公印过来。上一世，我和萧启明刚大婚，他便纳了沈千洛为侧室，如今叫他5年不纳2色。沈千洛，我倒想看看你还坐不坐得住。什么？丽妃娘娘让你5年内不能纳2色，到时我2室有3，我如何等得了？千洛，本殿下心悦的人是你，跟沈天蓝不过是逢场作戏，便是5年又如何？10年、20年，本殿下心里的人只会是你。5年后，我便成为人人嘲讽的老姑娘了。到时候，人心易变，又如何能保证5年后二皇子一定会娶我？到时候，沈天蓝便成了尊贵的皇子嫡妃，让我如何才能甘心？哎呀，小姐！这丽妃娘娘让二皇子5年不纳2色，还写了手书，
盖了公印。就算二皇子现在不喜欢你，这5年过去了，肯定也是对你情根深重，毕竟日久生情嘛。虽然丽妃娘娘她答应了我，但我心里还是不安。毕竟皇家血脉单薄，若真有了皇嗣，那也不能像民间一样，一碗药下去就随意打发了。届时怕是不纳2色都难。那小姐大可放心，这妩媚苟活的事，不要说二皇子干不住，便是别的女子也不可能如此大胆呐。但愿如此吧，真希望我能安安稳稳嫁给二皇子，做皇子嫡妃。不会的，小姐。走。对呀，只要我怀上皇嗣，丽妃娘娘就舍不得打掉我的孩子。只要进了二皇子府，就算是侧妃又如何？只要有二皇子的宠爱，他沈听兰给我提鞋他都不配。哼！饵已经撒了，就看鱼儿何时上钩了。小姐，这回几层把握呀？10。二皇子，小姐正在屋里等您呢。好。千洛，你真的愿意吗？千洛的心是殿下的，人自然也是殿下的。千洛，你放心，本殿下定不辜负你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府里进贼了！因何事喧哗？刚才我巡视一圈，发现有人从那边翻墙进去了，头上还扎着花。我怀疑是采花贼，往西院方向去了。不，西院是二小姐住的地方。你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小的是新来的护院，今天头一天上岗。大小姐最近确实是新招了一批护院。是。走，现在去西院。爹，我好像听到有人喊，咱院里进贼了。走，去看看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不要拦着我！府里进了采花贼，贼！我们是来帮小姐抓贼的。若延误了正事，你这丫头不了被几杀威棒打死！啊，闪开！让开，让开！你们，穿好衣服出来，出去候着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府里是进贼了吗？
既然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二皇子，您到底是如何打算的？本殿下让你千洛为侧妃，与沈天兰一同娶进门。二皇子殿下，丽妃娘娘可曾经说过，让你5年内不再纳二色。你如今的话，是想要丽妃娘娘食言吗？贱人，你少拿我母妃说事！二皇子殿下，臣女不敢，但丽妃娘娘确实答应过臣女，让你5年内不再纳二色。二皇子，你如今食言，打的不仅是我的脸，更是丽妃娘娘的脸。若是丽妃娘娘知道沈千洛，我不信二皇子能保下沈千洛。就算能保他沈千洛一命，只怕日后也是要剪了头发，从此常伴青灯了。殿下，救救我！沈清兰，千洛和二皇子本就互生情愫，是你横插一脚拦到他们2人中间。如果你主动去求丽妃娘娘，娘娘定会息事宁人。即便是平头百姓多赚了些银子，也会纳妾，传宗接代，开枝散叶。我身为皇子，别说一个侧妃了，就算10个100个我也娶得了。少拿我母妃说事！好，那二皇子现在就进宫去求求皇上。这皇上心慈啊，若是知道自己乱点了鸳鸯谱，定会能同意让你娶了自己真正想娶之人，如何？不可！殿下，可是嫌弃千洛？当然不是，千洛，我怎么会嫌弃你呢？只是母妃不会答应此事的。那我便现在进宫去求见丽妃娘娘。这沈千洛的生死，全在丽妃娘娘的一念之间。你就不能大度一些吗？我的未婚夫和我的妹妹无媒苟合，换你能大度啊？我是男子，你一个女子，怎能与我相提并论？女子亦是人。我若今天忍下这个亏，那我这个皇子嫡妃便会沦为整个王都的笑柄。这绿王八你爱当便当，我可没有那个爱好。太够了！今日的事不能只说出去，谁要是透露一个字，老夫与二皇子定不轻饶。若是让本皇子知道你们在背后嚼舌根，那本皇子便亲手砍了你们9族。草民不敢。千洛也是沈家人，出了这种事情，要是闹出去，与沈家的名声不利，对你的名声也有影响。人家只会觉得沈家家风不正，教养出来的女儿都有问题。那行，那我便再等几日。不过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，到时候你们得拿出个解决的章程。小姐，你咋不继续唠嘞？我还没看过热闹嘞。那有什么意思啊？让他们吓破胆才有意思。好戏呀，才刚刚开始。去给我上2副碗筷。去。没一样我爱吃的。姐姐，你爱吃什么？我吩咐厨房去做。可不敢劳驾你，别到时候又在背后说我欺负了你。坐下吧，开始用膳。姐姐真是折煞我了。我这丫头就是爱吃了些，你们不介意吧？不介意。啊！灵儿，
吃饱了没？这点都不够我些牙缝嘞，而且菜色也不咋样。不说龙肝凤胆嘛，至少啥子熊掌啊、鲍鱼啊、引进燕窝啊，先来个100份嘛。听到没？换菜做100份，1份都不能少。这老爷，给他做。可是厨房里也没有这些，而且买菜的银子也不够。去取。这么多钱，恐怕要从库房去取。快去！是。千洛，你是个那么懂事的姑娘，从小在沈家悉心教养下长大，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事儿呢？爹，与其被姐姐如此拿捏，还不如让丽妃娘娘早点处置我，省得爹爹去看姐姐的脸色。若不是二皇子太过深爱我，也不会犯下如此大错。只希望我走了之后，二皇子不要怪罪沈家没有保护我。千洛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二皇子对你情根深重，要不是那个逆女从中作梗，你现在早就已经是皇子妃了。千洛自然是相信爹爹，相信沈家的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爹，千洛，何事如此慌张？燕王病重，召集天下名医为他治病。可是这病来势汹汹啊，这么多名医竟未治好，只怕时日无多了。可能是人之将死的恐惧吧，他开始相信一些江湖术士的手段，说要找一个寅年丁未月乙亥日甲申时的女子和他成亲，度过此劫啊。这是我的生辰八字。是啊，爹，这事不就解决了吗？千洛嫁给燕王，那沈听兰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爹，哥哥，可二皇子那边千洛，你先下去吧，我和你兄长再商量商量。爹，哥哥，千洛告退。让我嫁给一个病老鬼，便是王爷又如何？嫁过去还不是让我守活寡？我绝不认命，绝不认命！再来一份。小姐，这几天总算吃了几顿饱饭了。小姐，下次有这种好事还喊我哈。你要是再继续这样吃下去的话，恐怕那沈镇江都要气吐血了。终于来了，没看到爹娘来了吗？迎都不曾迎一下，真是没教养的东西。沈家还有脸提教养这个东西？我以为你们早就羞臊的无地自容了。我就知道过来之后，你这个贱人一定是一副得理不饶人的嘴脸。母芝，少说2句。这件事本来就是千洛和二皇子的错。我们考虑了一夜，想了个主意，你和千洛同一天出嫁，到时候就以上错花轿为由，千洛和你互换身份，千洛嫁给二皇子，你嫁给燕王，这样岂不皆大欢喜？皆大欢喜？你们是欢喜了，那我呢？凭什么要我嫁给一个病老鬼守活寡？沈听兰，不要不知好歹！不知好歹？这八字分明就是沈千洛的八字，要嫁让他嫁，反正我不嫁。姐姐，我和二皇子是真心相爱的，还望姐姐成全。倘若我不成全呢？你到底想要如何？这已经是能想到的万全之策了，既不会得罪丽妃娘娘，二皇子那边又有交代，你和千洛都能高价。听起来倒像是我占了便宜似的，但若真有的选，我宁愿嫁给一个平头百姓，总比守活寡强。小姐，不如我们几个去找丽妃娘娘做主嘛？小姐可是丽妃娘娘亲自挑选的准儿媳，
他不会看到你首次打入吗？哼，真欠了丽妃娘娘，你就等死嘛！我死了不要紧，就是希望二皇子不要怪罪沈家才好。爹娘兄长对我那样好，我不能连累他们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肯答应？终于说到正题上，只要你肯答应，你的嫁妆我们出双倍。果然啊，他还是这样，为了沈千洛，嫁妆都舍得出双倍了。既然是嫁妆，那我要亲自挑，我只挑我看得上眼的。那等你挑完，留给千洛的，岂不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了？就依他。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你还有何条件？我要断亲。你这个孽障，想要断绝关系，除非把盐田留在沈家，否则你生是沈家的人，死是沈家的鬼。麻烦你们搞搞清楚，现在是你们求我，不是我求你们。若你们不愿，那交易作废。我现在就进宫去见丽妃娘娘。莹儿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我答应。好，既然同意断亲，那这房子你们还要继续住的话，就得交钱，否则你们就收拾收拾东西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听来，只要你肯答应，我再出1000两给你。好，那今日便把这断亲手续给办了。待我出嫁之后，我与沈家再无瓜葛。他真是铁了心了，不愿再把我们当家人。娘，沈听兰，终究是我赢了，你输了。这就不装了。你不过是我的一个手下败将，纵使你之前再风光又如何？日后你还不是得守着一个病老鬼过日子？我可还没上花轿呢，随时都可以有反悔的机会。给我道歉。对不起。这人呢，嘴就是不能太贱。等拜完堂，一切就能尘埃落定了。王爷，若花轿里的人不是沈大小姐，怎么办？那这箭便不是射在轿上，而是她的眉心。老天保佑啊！这里面一定得是沈大小姐。哎，来了，王妃来了，快看！吉时到，请新郎射花轿，一箭射天，天赐良缘。哎呀，不可呀，王爷！夫君还未射轿，与礼不合。新郎官这是等不及要见新娘了吧？哎呀，即使王爷在战场上再英勇，也难过美人关呀！是不是啊？好啊，还好，来的是沈大小姐。二箭射地，地配成双。好，三箭定乾坤，鸾凤永和鸣。新郎官，请扶新娘下轿吧。
夫君，这重头戏啊，还在后面。夫君，再等等。王爷王妃，不好了！丽妃娘娘与二皇子还有二皇子妃来了。夫君，你瞧，这热闹不就来了吗？小狐狸，谁能有你精明？阎王殿下为何毫无病入膏肓的模样？难道沈听兰、沈千洛，你们沈家人给我出来解释一下，我儿子的新娘为何会变成这个下贱的养女？母妃，我和姐姐是上错了花轿，这才……贱人！我不要听你说，我要听沈听兰说。启禀娘娘，确实是上错了花轿。丽妃娘娘，看来我无缘做您的儿媳了。这上错花轿的事，你知不知情？阿晨，孽障！天意，天意呀！玉，瞧，小姐，经过我多日的努力，已经把你和沈千洛上错花轿的事传到京城大街小巷了。如今人人都晓得你跟阎王恩爱非常，沈千洛肯定已经听说了。如此甚好，那便趁着今日宫中赏花宴，顺利进入下一步棋吧。哎呀，真好，真好吃，真好，你看，是还是真的啊，真甜蜜呀！啊，你看多般配呀！郎才女貌，见过阎王殿下，见过王妃。今日赏花宴，大家随意就好，不必在意这些虚礼。谢殿下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明明是一桩上错花轿的乌龙事件，燕王和王妃却幸福非常啊！两人郎才女貌，甚是登对呀。就是，不过同样是上错花轿，另一对却……臣夫见过二皇子妃。下次再让本宫听到你乱嚼舌根，便撕烂你的嘴！臣夫不敢了，臣夫不敢了。自己不受婆家待见，过得不好，便把火撒到别人身上，怪不得只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养女。你看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过得这么好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母妃，请喝茶。你个贱人！你也配叫我母妃？给我去外边跪着！母妃，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别脏了我的地方！母妃，碍眼东西！
君，这是在外面。怕什么？你我是夫妻。姐姐，眼王殿下，这般巧。你还真是无处不在。眼王殿下和姐姐这般恩爱，也不知他知不知道姐姐昔年在边塞与野男人厮混的事。姐姐身边那个小丫鬟巴银儿与姐姐同进同出，不像主仆，倒像是母女一般。那我就不打扰殿下了。很有意思吧？一段心声，便可毫不费吹灰之力的蛊惑人心。心声？不然你以为我为何要和沈家人翻脸？沈家那些蠢货竟然信了。哦不，不包括你这只聪明的小狐狸。小姐，我们去那边耍嘛。夫君，我先带银儿到那边玩一玩。我看那边有几个官员一直在看着你，定是想和你聊些公事的。好，等为夫忙完再去寻你。走吧。当初眼王病重，是不是你们一起设计放出的假消息？不管是不是假消息，你如愿嫁给了二皇子殿下，不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吗？我看你不是想打听这件事儿吧？你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何萧云战没有受你的心声蛊惑，与我分离？你竟然知道！我猜你也对丽妃娘娘动用了心声能力，但结果呢？丽妃娘娘却是更恨你，身怀重宝，却只知动用心声的能力。人呢，还是需要一些实权在手上，不然纵使有心声又如何？没用的废物，有何资格蛊惑人心？银儿，我们走。小姐，还真被你说中了。沈浅洛果然改变策略，吸取气运了，还给自己立了一个妇女的人设。只要地上生辰八字的人，都能实现心愿。给他操办这件事情的人，都是沈牧师。如今沈家父子可是备受朝廷追捧。历经两世，他的心思不难猜。那东西吸取到足够的气运之后，便会主动脱离宿主身体，对吗？到那时都是我跟哥哥抓捕他的好机会。那抓到之后，你们便会离开，对吗？对呀。万事小心。千洛，还真是灵验。今日早晨我不过随口一求，今日上朝时直接给我封工部尚书，我沈家门楣定会光耀100年。如今我是万众瞩目的腐女，这天下的东西，只要我想要，都可以收入囊中。好了，把你们所求之事和生辰八字都写在纸上，交给我，我来转交给腐女。我的，这是我的，我的。叩礼！多谢腐女，多谢腐女，
多谢夫女。那个外来务现身了，哥哥出来！他呢？他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宝物！我的宝物！我的宝物！大晚上的大喊大叫什么？什么宝物？看你疯了不成？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是腐女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拖出去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！杀人了！出来！还什么狗屁腐女？是不是都是你们搞出来想害死我们的？昨晚我夫人突然高烧不止，我夫君忽然也是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吐血了。出来！别！哎呀，各位同僚，老夫也不知道那腐女怎么回事，她已经嫁给二皇子，要找你们应该去二皇子的府邸。哎呀，放你娘的屁！木之，别打！就是这个沈木之告诉我们腐女的消息，说他当上工部尚书都是靠腐女。骗老子！等我们去上朝，参你们一本吧。木之，小姐，事情告一段落，我和银儿也该回到属于我们的地方了。小姐，再见。保重。等等，你们声称我是世界的气运之女，是嘞，所以沈千罗只靠你一个人的气运就登顶了后位。那可以把我的气运分给别人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小姐想分给谁？我想分给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，哪怕不能像后世一样美好，但我希望能以我这气运，使天下千千万万的女子都能走出垂花门，安居乐业。小姐，你愿意赏我一碗饭吗？叫答应啊！不，我替天下百姓谢过二位。小姐莫要得理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调戏你的意思呗。
我屁事儿？就是那个劲儿。妍儿，我们走。小姐，再见。沈听兰，沈家长女，上一辈子你会被所有人厌弃。一路保重。哥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哇！这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就是这合适。怎么回事？摄政王王妃千岁！沙河，干什么？你们沙河的哥哥，我知道错了。不能过去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是他哥哥！你们不能走！你们不要脸！滚过去！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怕了。不，女婿，我们真知道错了。需要姑把你们对阿恒做的一桩桩、一件件全部说一遍吗？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否则别怪姑刀剑无眼。阿恒啊！我早就听说了，当年摄政王妃在家里受尽摩擦，不得已才签了断亲书。真不要脸！抛弃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要别人的女儿，活该！还有这事，就是活该！没有是活该！打他们！活该！两口子